好，我们接下来画牡丹花了，等它干了之后再去整理。好，画到这个地方。石头要画矮一点点就好啊，稍微占的位置有一点点多，感觉它占的位置稍微多了一点点，当然也没有关系啊。好，咱们的花就画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调一下这个朱砂哈，来写上我们的今天这一朵花。好，在这里画啊。好，蘸一点大红。刚开始的反瓣我们可以就用大红哈，用大红。好，画出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啊，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蘸一点胭脂哈，蘸点胭脂。这种里面的这种正瓣胭脂可能还不够。因为这颜色还是不够哈，这深色地方要更深一点哈，更深一点，补充这正瓣的时候更深一点。我们多加点大红胭脂，然后加一点黑色进来。
来沾一点这个胭脂，沾一点点这个，沾一点点黑色啊，沾一点黑色。好，深色地方，这朵花就是深色地方特别深，沾点大红、牡丹红胭脂，大红牡丹红胭脂，沾一点黑色。好，我们来继续来调这个朱砂，调朱砂，调这个大红、牡丹红。好，再来加一点牡丹红，加一点点胭脂哈，加一点点胭脂。让它有一点重叠，然后这个缝隙里面我们再来加一点胭脂，加一点点黑色，要让它有这个深浅变化，这个深的要特别深，深的要够深。这朵花它的这朵花它的深浅变化特别的明显，这个对比关系特别的强烈，大家看到这朵花就知道。来蘸一点这个底色哈，加一点底色，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吧，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好，我们继续啊，我们可以先画这种浅色部分啊，来调一点点朱砂，调一点点朱砂，调一点点大红，控制一下水分啊，水分不要太多了。蘸一点大红哈，蘸一点大红。蘸一丁点哈，颜色越来越虚，越来越虚，这种虚的这种浅的这种，形成一种这个强烈的对比。虚的基本上就是用在底色再画，蘸一点点朱砂，一丁点大红就可以了。好，我们再继续蘸一丁点朱砂，蘸一丁点大红，再来一层。就这样子，水分大没有关系啊，就这样子去叠加这个层次，就是这种笔触，就要这种笔触，它会有这种花瓣的这种感觉。来，再蘸一点。好，笔尖上蘸一丁点颜色哈，笔尖蘸一丁点颜色，不管是大红或者朱砂都可以。好，基本上这里虚的地方就用这个底色去画，笔尖上一丁点颜色。啊，这种虚和实的这种对比关系。蘸一点啊，蘸一点这个朱砂。哎，这一笔的朱砂调的有点多，调多了的话，我们就不要画这种虚的了啊，调久一点哈，颜色要调久一点，调均匀一些，调点大红，调一点这个牡丹红。那深的地方你就画这个这个花瓣有一些要深一些啊，有些地方要深一些的地方。啊，这个笔上不小心沾了一点颜色，
如果这个颜色一起画上去，它就会把这个花瓣画花了，所以你得它擦一下。好，来，笔上干了，我们再来蘸一点底色啊，轻轻的去用笔肚蘸一下底色。蘸一点点朱砂，蘸一点点大红。调的还不够饱满，不够饱满就会有一些状况出现啊。好，蘸一点朱砂，蘸一点大红。有的时候你需要蘸胭脂的时候，你再去蘸胭脂啊。花瓣要画出一些形状啊，各种形状、姿态。颜色要调均匀哈，就最强调的就是这个颜色的均匀。咱们画这个花，你只要把颜色调均匀了，然后你把这个花的这个颜色的层次给搞清楚了，你怎么画它这朵花都好看，明白吗？大家说是不是？颜色调均匀就解决了一个大的问题哈。好，蘸了底色之后，蘸一点点朱砂哈，蘸一点点朱砂，来再画一些这种虚的花瓣。这个上面又有一些虚的，笔尖蘸一丁点颜色就可以了啊，虚的花瓣。这个颜色的层次，这些都能明白不明白吗？明不明白？好，这里加一个花瓣啊，加一个大的花瓣。好，上面加一个花瓣。好，我们上面这一部分已经画了啊，我们现在画下面这一部分。好，这个上面这一部分啊，虚实的这种变化已经把它画出来。再来加一点底色，笔上干了我们就加底色啊。加底色，我们继续来调色。调色我们还是一样啊，先调一层这个朱砂哈，先调朱砂，先调朱砂。好，来蘸一点黑色，
哎，这个你说有发白是正常，你看我现在蘸黑色，它有点发白，对吧？还是颜色调的不够，那还要再倒回去多调一些颜色，再多调一点，调饱满一些，你再去调那个黑色啊，再多调一点颜料，多调点颜料，大红、牡丹红，然后胭脂，调饱满一些哈，调饱满一些，然后再去蘸黑色，一定要调够饱满的时候再去蘸黑色，好吗？呀，这个颜色，这个黑色没有调均匀，所以调的时候一定要慢哈，就是不要着急，慢下来，慢下来。这一笔，你看这里成一条线呢，这个黑色成一条线啊，就不要让黑色成一条线，不管是一条细线还是一条粗线啊，都不要哈，都不要。好，我们接下来在这里再来一个小的。来，现在我们不想要那么深的时候，你把笔去洗一下，把笔随时去洗一下，保持笔上干净，你才能画好这一朵花。好，然后来调底色，补充底色。好，这里有深有浅哈，画出一些浅的这个反瓣小反瓣出来，中间我们要再补充这个深色的。好，来调朱砂哈，调朱砂，调大红。然后我们接下来要调这个哈，要调这个赭石和焦茶，赭石焦茶，反正赭石和焦茶都可以调在一起哈，都没有关系。赭石焦茶，颜色调深一点，然后再调一点胭脂啊，然后再调一点胭脂。好，这个颜色就很深。笔尖上你最深的地方，像这个地方，你想要更深，这黑色还是可以加一点哈，黑色也加一点黑色啊，也加一点黑色。这个笔上有点干了，都画不动了，加点水哈。
好，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啊。好，蘸一点黑色，加一点点黑色进来，把这个缝隙里面啊，缝隙里面一般用最深的颜色。好，看一下这朵花，看一下哪里还要去加花瓣。好，蘸一点颜色，蘸一点牡丹红，蘸一点胭脂，蘸一点点黑色吧。这个缝隙里面哈，还是用最深的颜色。就是你大的花瓣啊，大的花瓣你可以大笔一挥，但是有一些细节上的小花瓣，你都没办法，只能小心翼翼的啊。好，这里我想再来一个花瓣叠加，看一下哪里还需要补充花瓣，补充一点点啊，笔尖上补充一点深色，补充一点胭脂或者是一点焦茶都可以。好，基本上这一朵花，把这一个花瓣，这个花瓣稍微的深一点点，不深一点也行哈。好，我们看一下哪里还需要再去调整一下花瓣啊，调整一下花瓣，这里还再加一些花瓣，把笔洗一下。好，我们感觉这里再加一点花瓣哈，这里再加一点花瓣。调完底色之后，我们还是一样调一点点朱砂，笔尖上一点点朱砂就可以了。好，我们来调整哈，调整，看一下哪里的花瓣需要加哈。好，这里加一点就差不多了。好像这个后面要再加一点啊。这个后面加的话，我们蘸一点赭石，蘸一点赭石哈。然后蘸一点点胭脂，蘸错了啊，蘸一点赭石，蘸一点胭脂，稍微深一点点，比前面的这个花瓣稍微深一点点，也不需要加太多哈，可能就加个1、2个花瓣就够了。那可能我就加一个花瓣啊，加一个花瓣就够了。好，基本上这朵花就差不多。这个银耳型的它就是比较圆，然后我们再来整理一下。你可以，我们今天没有用这个3青哈，那3青也可以用一点点。我们可以赭石焦茶，我们加一个3青，想来整理的时候加一点点3青进来。因为这个盘子里正好有这个3青，那正好有3青的话，我们来一点点3青来把这个花瓣有的地方，好调这个3青哈，调一点点淡淡的，一定不要太多了。
好，加一点这个三青进来，它会显得更通透一些些啊。好，这朵花就可以了。这朵花好看吗？好，我们来画一下这个枝干啊。好，用这个藤黄、三绿还有猪标胭脂来画这个嫩枝干。那这里有这个三青也可以用哈，用这个三青和藤黄调和也可以画，然后画一点猪标和朱砂差不多，然后来一点胭脂也是可以的。来，这个嫩枝干从这个花心，哎呀，差点滴一滴颜料下来了，差一点滴下来了，水分很大啊。好，这里来一条枝干出来，笔尖再蘸点，看一下屏幕里面都看得到吗？往下拉一点点啊。好，这里来一条嫩枝干啊。我们先安排一下这个枝干的一个走向。绿色藤黄，加一点胭脂，这还可以往这个下面伸一组上去啊。那这一组伸到哪里去？那可能再往上都可以，再往上都可以。好，再来一点。好，这个三叉九顶啊，3个叉。待会儿这个后面还可以再伸出一组，让这个先安排一下这个叶子的一个走向，然后我们再来开始画叶子了。叶子是用这个，还是用这个三青哈，三青加墨画叶子。再来一支三青，这个三青没有了，三青加墨。嫩枝干叶柄这些才是我们的一个通病啊，最多人画不好的就是这一些。所以，亲爱的家人们，学习一定要有耐心哈。好，这个三青调好之后，我们加点墨进来，把这个墨加进这个三青里面啊。因为光三青的话，它的颜色它这个颜色会太亮了，我们加点墨进来。好，这个盘子里的墨少了，再倒一点墨。好，我们蘸三青，然后笔尖蘸墨，来开始画叶子。来蘸这个三青，然后笔尖蘸墨，蘸浓墨，画叶子。我们看一下，来先画哪一组啊？来先画这一组。
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然后笔尖再来沾一点墨，画出它的这种叶子的这种侧面的这种感觉啊。好，再沾点三青，沾点墨。好，这里这一组，这里还有一组。那这里肯定很多叶子都分不清楚哪一组是哪一组呢？反正是很多叶子，就是很多叶子。来，下面这里还有枝干啊，这里还可以再来一组。那颜色可以画一些这种深浅变化。好，我们底下这一跳出来这一组啊，跳出来这一组，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好，让它有一个侧面的，然后我们再加一些嫩叶啊，加一些嫩叶，还是这个颜色里面加点黄色，加一点胭脂。好，这里还伸出来还有叶子，加一组嫩叶进来，让它叶子也有这个颜色的这种变化。好，这个地方再加一组小嫩叶。好，这边我们待会儿看情况，需要加叶子的时候我们再加，目前我们就先不加，现在是先不加，待会儿需要加的时候。那我们来画这一组哈，画上面这一组，还是一样蘸这个三青，笔肚蘸三青，笔尖蘸墨。那这一组叶子先画这个最边上这一组，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好，这一组啊，这一组叶子让它感觉很，在这边哈，就也不是说不让它伸出来，让它有点靠。翻展过来的这一组叶子，让它是翻展过来的这种感觉。好，再沾点三青，蘸墨，然后这一组叶子是这边来一片，好，然后这一片到这个花的后面去了，然后中间还有一片啊，中间还有一片，你也可以翻展过去了，看到一半啊。好，就这样子一些状态，把叶子也要画出一些姿态来。好，你看这里还有一条枝干啊，这一条枝干我们可以画一点嫩叶，来一点藤黄，来一点胭脂。然后这个
上面如果说还可以再伸出来一组叶子，这个叶子还可以再伸出去，伸出去，再来一点三青，来一点这个这个藤黄色的，然后来腌制。好，有点远，哎，我看一下看不看得到，有点远，我都有点够不着。水分有点大。好，这里有一些地方这个叶柄看不到，没有画的，我们加一下。加一下叶柄啊，加一下叶柄。看一下哪里还要加东西啊？哪里要加东西？这里加一组嫩叶吧。就是比较粗一点的这种比较有营养的这种嫩叶。来一点末，嫩叶下面加一点枝干，然后我们看一下哪里需要来一点淡淡的叶子。好，这里来一组。好，我们看一下底下这个是不是要加一个花苞什么的？先来画一条枝干吧，笔上洗一下，然后蘸一点这个墨。墨有点少哈，墨有一点点少，再走一下，再来一点墨，然后整理一下。然后干了之后，你还可以再加一点枯笔进去。啊，这个花它可能就是这些分支上出来的。好，这一支好像少了，再来一支。
然后这里分一个支出来。就想把这里加一个花苞，但这个花苞从哪里出来？从哪里出来也是一个问题啊。好，从这里出来。好，这里来一个花苞哈，来一个花苞，还是加点藤黄，加点三绿。好，来蘸点朱砂，蘸点大红，蘸点这个牡丹红。啊，待会儿这个整体觉得还需要有整理啊，感觉中间的这些空还是有点多，我们待会儿还要再整理。好，这里先来2组叶子啊，藤黄少了，再来一点藤黄，再来一点藤黄。好，还是把这边啊，这边可以加的更密一点啊。这一块密的地方让它更密，后面这里也可以加一些淡淡的这个叶子的层次，密的地方让它更密一些，跳出来的就让它跳出来。
这里再加一组这个嫩芽。再来一点沫。先勾叶茎哈，先勾叶茎，把叶茎勾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勾叶茎的方法啊，基本上一片叶子6笔勾叶茎法。好，这个嫩叶也勾一下叶茎。好，基本上就完成了。来，大概看一下啊，基本上就完成了。亲爱的家人们，基本上就完成了。好，大家好，我们把这一幅作品啊，直播的时候已经画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是有一些细节还需要再整理一下。那首先的话就是这个鸡啊，公鸡的话有这个鸡具，我们把它加一下，加一点点，就是还是用一点点赭石哈，还用一点点赭石。鸡具基本上在这个爪子往上一点点啊，往上基本上是在这个地方啊，也还是要用一点点墨。好，就公鸡才会有。它会多一点东西啊，跟这个只有公鸡才会有，它跟这个母鸡会有一点点区别。
写意的话，1道就可以啊，画一点表达一下就行了。那么最主要，我们今天是要在这里，在这个地面加一些草。那加草，我们用这个花青哈，用这个花青的颜色来加这个草。好，用这支勾线笔来画，因为草的话比较瘦，那我们还是要把笔蘸一点水过来哈，把这个花青调一点水，不要直接用这个浓的花青去画，也可以来一点点三青进来，花青加一点三青，就是这样颜色综合一下。好，来画这个草坪，看在哪个地方画。好，加一点这个，用这个花青加三青，画这个草的时候注意要有一些这种参差的关系。好，这里再来一组，这个草也让它长成一组一组的。好，这些比较浓一点点的，然后再来一些比较淡一点的这种短一点、矮一点的小草。或者是我们换一支笔，也可以画稍微的粗一点点。好，然后这一块啊，这一块也要可以多画一些草。好，可以把这个角直接封掉，这里长多一点草。那有长有短，有粗有细，也要有这种参差。
好，把这些草这一块啊，这一块再搅密一点，加一点不同的颜色，来一点这个三青进来啊，就让这一块的这个叶子啊，这个不是叶子，草啊，很多，很密。好，可以再用一些淡淡的啊，淡淡的扫进来。然后我们再用更淡一点点的啊，把这些草这里草这里染一下颜色。好，加点水，然后加点颜色进来，或者是我们直接用这个三青。还有加，哎呀，这个墨加多了，加点墨。这支笔还是不行啊，小了，换大一点的笔。好，把这个地面，让这个地面更丰富一些。就是你不一定说一定要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表达这个地面啊，不用说一定要把它说明，搞得明明白白，这是画的是什么。好，这个地面就让它啊这样子模糊一点。它干了之后，现在还很深哈，干了之后还会再浅一点点。好，这个地面就这样子表达的丰富一点点。然后我再还看到了这个公鸡的这个尾巴这里，这几根这个毛有点排队，有点排，把它整理一下。就不要让它排队啊，可以让它从一个地方出来啊，都从这里出来，但是不要排队，不要一起啊。都从这里，从这里出来，这个出来的这个方向不一样，它整体会改变。因为你看刚刚有点排队，我们把它感觉这个毛都是从这里慢慢往下的往下出了。顺便也把这个尾巴嘞加深一点。好，这样子感觉会好一点点。好，然后继续整理啊，因为那天我们画这个枝干的时候用的墨有点什么，
水有点大，所以不好整理，所以我们今天把它加一点点枯末进来，加点枯末进来整理一下，让这个枝干更加有变化。好，这里加一点枯末。好，稍微整理一下。枝干整理之后，然后这个山石的话也要稍微整理一下，就用这个枯末，用这个干的末去整理。这也是一种画山石的一种方法，就是先用这种水分大的墨去画出它的一个整体，然后后面再来去用这个枯的墨再更加细化一下。好，它里面需要这种有质感的这种纹路。好，加上一些有质感的这种纹路进来。好，让它有亮的有暗的，暗的部分我们让它颜色深下去。好，稍微整理一下，这种石头就算是那种节节高升的石头啊，这种石头寓意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像这些地方也要用这个笔肚里面剩下的这个墨扫一点这个石头的这个纹路出来。
好，这个石头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再来看一下啊，感觉这一块的叶子看着有一点点不够舒服，就你就看着就它也不是说错了，它也没错，就是感觉还是有点不舒服。我再加点三青啊，龙的三青，加一点龙的三青加墨，把这一组叶子稍微的也这没有调均匀啊。好，下面这一组叶子加的深一点点，让它成这一组叶子里面最深的这个叶子。就覆盖不了，你可以多画几次。天，这个墨又多了。这想覆盖的话，就是有一点点不太好覆盖。想覆盖的话，可能要多画几次。把这一组叶子颜色也稍微变深一点，让它呼应两边的叶子的这个颜色呼应。好，把它加了颜色之后，我们的叶茎也要再把它勾一下。好，我们看一下这一组啊，感觉这边这一组叶子也要再加深一点才搭配啊。这就是对画面的一个调整。然后最后的这个淡叶子，感觉也要再深一点好。好，可以了。那组叶子加深一点，加密一点。该跳出来的就跳出来，密的地方就让它更密一点，不然它会总会显得有一点这个，有一点这个散的这种感觉，叶子不够聚。看这里这个小枝干啊。
好，这幅作品就可以了。等它干了之后，我们也可以把这一张也做一个底色。好，大家好，我们这一幅作品也来做一个背景色啊。那背景色跟前面2幅还是做一样的。我们首先来调色。上次我们用的是这个焦茶少量啊，刚好把这个瓶子用完。焦茶，然后主要是用赭石。主要的颜色是这个赭石比较多。然后加一丁点胭脂，不要加太多了啊。然后加一点点这个三绿，三绿和胭脂少许啊，少许。好，来加水。因为我们要多调一点啊，因为的话，可能如果杀一次的话，它不是颜色太薄了，或者是不够均匀，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杀几次啊，并不是说我可能录的时候就录一次，因为我等它干了再录的话很麻烦。你们有可能一次它均匀也没关系，也就杀一次就可以了。当你发现不均匀或者是颜色淡了，你就可以在等它半干的时候又把它再杀一次啊。杀了一次之后你还是觉得它淡了，你还可以再杀一次，这个都没关系啊，可以多杀个2、3次都可以。就杀的时候不要太用力了，如果太用力把纸都给这个磨破了就不好了。调的像这个黄泥水一样的这种颜色。好，我们拿一个废纸来试一下颜色。这颜色差不多，我们就可以开始杀了啊！就这颜色吧，艳一点。好，在杀颜色之前，我们还是一样，要先把它喷湿。喷湿它这一步很重要，如果没有喷湿的话，它会显得很不均匀。就把你要杀的这个空白的地方把它喷湿。好，喷的潮湿了就行了，不用说完全要湿都有多么透多透。好，我们杀的时候从下往上。好，这个草这一块可以直接把它杀掉。脚的话也可以，这个鸡的脚也可以直接把它颜色杀进去。把鸡的这个物象给留出来，
把鸡还有这个牡丹花留出来，其他的叶子的覆盖了这些都没关系啊。好像枝干这些啊，把它颜色把它覆盖了也没有关系。这个石头的话呢，可以留出来。石头的话其实也反正现在水喷湿了，它等下颜色也会自然的有一点渗透过去。或者石头那里我们也可以撒一层淡淡的。这个石头你不要撒跟这个现在的这个大块面这里一样深，稍微淡一点哈。你看我现在又还在反复的撒几下，反复的撒，让它更均匀一点。移动的时候轻一点。好像这些细一点的地方，我们用毛笔，干净的毛笔啊。好，这些比较细节的地方，我们用毛笔来整理一下。直接用沙子沙不到的地方，好，这样子整个就刷完了啊，刷完了这个石头这里，然后你要等它干的时候，你尽量把底下多的这个颜色把它吸一下。如果说你没有吸，你等它干的时候，它就会有那种有一块块的这种花的，因为你那个水滴哈，底下的那个水。它有一堆一直在那里的话，等它干了之后，它一直在那里，那一块就会成一个堆。好，把这个石头加一点点啊，这里是水哈，用这个洗盘子这个水加一点点颜料，这样扫一下。当然它不要那么深。好，然后用水啊，加点水，淡淡的一层。
跟这个底色的颜色还是有区别，不要是一样的深哈。这样子它干了之后它也会变浅，现在看着有点深。好，这样子就可以了。等它干了之后，你们发现它不够均匀，你们还可以再刷第二遍、第三遍，或者不够深的时候，第二遍、第三遍都可以，好吧？大家一起画起来，期待看到你们的作品哟。